突然出现，那不然什么时候出现？行了，大家好啊！今天我们要开始直播了。今天我们要进入一个特别神奇的实验，就是在于我们今天什么都不干，也不唱歌，也不干任何事儿。我们今天只有读书会，好不好？相当之无聊，但是我们就是要跨越这个平凡，然后能够享受无聊，才能够过好美妙的人生。所以今天我们来实验一下，到底我们能有多无聊，好不好？各位 DM 们。能不能跟我一起无聊？我们一起无聊的读书，好不好？然后没有任何的内容，只是读书，好，行不行？希望各位给我这个勇气，能不能给我这个勇气？希望给我这个勇气的 DM 请打1好吗？好嘞，走你，我先放个歌，那咱就得了啊！咱们今天就读书了啊，读书，看到没有？这儿有几本书，然后刚有一本是我前2天看的，然后但是那几本都是随机选的啊，然后所以今天咱们就开始读啊，看哪本有意思，咱们就一直读，好吗？我先换个耳机。老问我读什么书，读说明书行吗？等会儿各位听着不要着急，我要换音乐。很幽默。然后因为有人问我说你是要读给我们听吗？那我不然读给谁听？然后就是给您，就是给最亲爱的您。浑身是金别和风大家为他们再留下了那些疤，重生一起风发怒焰化成了默读也还行，默读就是说我2小时我就你只听我呼吸是吗？怎么能这么，咱们也没有必要这么有情调，谢谢各位。重生开始那条伤口结成了铠甲。召唤吉姆对我读，花鸟鱼草中，生态静默中，有几咖喱红，阿木阿木木木阿木木阿木，打开五常河流木，彩笔江簇拥，红云大地红，阿木阿木木木阿木木阿木。什么叫自习直播？其实也是自习，其实每天都是自习，自己跟自个儿学习，对不对？自个儿跟自己嬉戏，所以说读吧，差不多得了。这2天看的这本书叫做《幸福的三个真相》，没有错。大家一看这个书名就知道，我又迷茫了，我又痛苦了。但是书中自有答案。是不是嘛呢？我先给自个儿鼓掌，因为那个以往这个咱们直播呀都是唱歌，然后开玩笑，然后做游戏什么的，然后但是呢，因为已经直播过很多次了啊，然后呢，我相信各位已经成为我的亲人，所以说呢，是亲人就要忍让彼此的这种无聊。今天呢，咱们彻底无聊一次，咱们来读本书好不好？我没有在机场买这本书，这本书也许机场有卖。是，等会儿是这样的，我算了，我不想说了。我首先是这样的，前2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就又痛苦了，知道吧？我反正你知道这个时候长那个就周期性痛苦，然后
然后我就看那个一堆视频，然后我就看见了一个人，叫做萨古鲁，是一印度的一个人啊。然后他也不是成功学，这边那人还行，那个萨古鲁还行。然后讲了一堆那个特别神奇的那些东西啊，反正看着挺好玩的。因为他之前讲了一个故事，特别酷那个故事。然后因为那个他讲了一个故事啊，他说有一个人啊，然后呢就出去遛弯的，他就走进了天堂。然后你说这事儿神不神？他就出去溜着弯，他就走进了天堂。然后呢，这时候他走着累了呢，看见一棵特别美、特别漂亮的树，然后他就在树下坐下了。坐下之后呢，他就在树底下睡着了。然后等他一醒，他就感觉眼前特别美好。然后他这时候就想，哎呀，我睡饱了之后，我这时候要有我最爱吃的那些东西出现多好。这时候突然间，眼前就出现了他最爱吃的所有的好吃的。然后他这时候就特别惊讶，他就开始吃，哇，好吃。然后吃的干了，他说，那我要有我最爱喝的酒就好了。噗一下，这世上他最喜欢喝的那个酒就出现在他面前了。然后他就感觉，哇塞，我最想吃的跟最想喝的全都出现在我面前，太棒了。然后他吃完之后，他就想，哇，这不会是在闹鬼吧？这时候突然间，然后眼前出现了一堆鬼。然后他就说他就想，哇，这堆鬼不会把我吃了吧？然后那些鬼就把他吃了。这个故事的原因就是他所谓的意思，就是说他去到了天堂，碰见了一个树，叫做那个心想事成这个树啊。他的意思，你们明白什么意思了吗？明白吗？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当你想到美好的事情，美好的事情就会发生，好事要发生。当你觉得这件事情它就是不好的时候，不好的也会发生。所谓心想事成，就是这个故事。所以我就听这个人讲了这个故事之后呢，我就觉得行，买本书吧，看看吧，就买了这本书。他出了本书，叫做这个幸福的3个真相。听上去这个名儿感觉就像在机场买的，但是不是，是在网上买的，好吗？我不知道机场有没有。然后但是这本书还是很靠谱的啊。然后我不知道，我总是那个当然这个人是一位瑜伽大师，就是跟我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人，因为我最不喜欢掰自己。这里反正讲了一堆瑜伽的事，不想看，烦，好吗？然后但是有一些还是挺好玩的，我看了一半了，但是我没看完，所以今天就是希望要鼓励我，咱们什么都不干，咱们就开始念书，好不好？哎呦喂，好，那我们开始啦。首先这本书特别酷，就是在于它有它第一个这个前面这个前言，碎语不要讲这个前言上。然后呢，他最后有一句话特别酷，虽然他讲的是瑜伽，但是说我觉得可以应用到任何的地方。然后呢，他说瑜伽不是让你成为超人，瑜伽是让你意识到作为人是超级棒的。所以说这就是这句话，我就读完就觉得特别酷啊。因为其实你看，他说那个人的品质能够做到特别好的3个点，就是在于要愉悦、爱与宁静。我还是够愉悦，然后爱也还行，但是不够宁静。宁静老师啊，非常帅气。然后所以说这基本上但是第一句话特别好，我也就觉得这基本上就是比如说音乐，或者是说快乐，或者这所有的一切，它并不会，因为我们毕竟是人，对不对？然后呢，当我们快乐的时候呢，这些并不会让我们成为超人，但是呢，这些美好的东西会让我们作为人觉得我们超级的棒。所以可以。第一，这个前言就已经非常不错了。有人说造起来，造不起来了，同学，今天绝对造不起来，今天没有任何造点，好吗？今天咱们就是读书，请不要打扰我，因为今天会非常之无聊，但是呢，也许无聊之中出真知啊。针织衫，然后针织穿完之后非常暖和，就是不造，不是超人，是超级棒的人，对不对？超级棒的人，什么是超人？超人也没有多厉害，因为那超人反正就摘个眼镜，首先戴上眼镜没人认识他，然后摘了眼镜，所有人都觉得他是超人，这件事儿就首先就不合理。再加上
就为了救个心上人，然后把弄得哪儿都倍儿乱，也不是什么好事啊。好，我们开始了，来读第一个，来，这个第一个叫做唯一的礼物啊。这能读吗？等会儿看一眼啊。好，我们来读第2章好不好？第1章就路过了，第1章好像没什么劲，不想看啊。好，哎，你看，首先我要跟各位说，我也没有多爱读书，好吗？我没有多喜欢读书，我只是借这些工具呢，来帮助我思考，来缓解我的焦虑啊，就是这样的。好，那么我们从第2章开始，第1章根本就没有读就过去了，说明什么？根本不爱读书，好吗？我们从第2章开始。好，第二章叫做永恒的问题，你听听这5个字，够你琢磨一辈子的。但是这本书里告诉了你其中一些小小的答案，一些 answer 啊。那么开始了，人需要有一定的智力跟意识，才能够看到身体这个精密器的局限性。这个器件很好，但它仍然无法带你到任何地方。它来自于大地，但最终会归于大地。大地，大家就知道什么叫大地吗？大地就是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然后所以说，你看这首歌就是非常的扎根于土地，来自于土地。所以说，就跟人的身体一样，是来自于大地，最终归于滴滴答滴滴答。好，那么开始了啊。那么呢，这难道还不能充分的形容它吗？如果你从身体的角度来看，这已经足够了。但是超越身体的维度，听见没有，各位同学们？超越身体的维度的某种程度上被限制在身体里，没有了这个维度就没有生命。那么这个维度以某种方式融入了这个物质形式里。好的，这一段我都没有读明白，好吗？我估计我看的时候也没怎么看好。下面一段应该大家就能听明白了。好了，生命是一回事儿，生命的源头是另一回事儿。好，我们再来接着读好吗？在每一个生物、每一棵植物、每一粒种子里，生命的源头都在运作着，但人类的生命之源则更为突出。正是由于它如此突出，对许多人而言，身体提供着那些简单的又美好的东西。超越某个临界点，就似乎不再重。他在说什么？等会儿我再读啊。由于这个原因，人类似乎一直挣扎于身体表面，超越身体的。虽然你也意识到不仅是物体的。好的，那么下面这一段估计各位就能听懂了，因为下面这一段我已经画了，大家可以看见吗？我画了这些条啊。我一般就是能看懂的地方，我都画一些条啊。好，然后好，来，我们开始了。那么这一段如果再听不懂的话，我们就换下一本好吗？行，来，你的内在有2股根本的力量，大多数人都将它们视为相互冲突。一股力量是自我保护的能力，它促使着你在周围建立起围墙来保护自己；另一股力量则是渴望不断的扩张，努力变得无边无际。好的，那么说到这儿就明白了，就是说你内心中为什么会一直挣扎，尤其是我为什么我们会一直这么挣扎，就是因为我们心目中有2股力量一直在较劲。有一股力量就是自我保护，然后我们建起一个围墙，让我们觉得特别的安全；另外一股力量就是让我们想不断的扩张，总是探险，总是要冒险。前2天我还说，算了，我不能说那句话，我留到节目上说，显得我有金句，好吗？我现在想出一句话来，好，不重要。然后下面开始了啊，下面我们又要开始了。你今天建立自我保护之墙，明天就会成为自我囚禁之墙。你看看，就是说你保护自个儿的东西，也许就是囚禁你的那个东西，对不对？你在生命中建立起很多的局限，今天你用它们来保护自己，明天它们就会让你感到束缚，然后你就想打破它们，建造更大的牢笼。看到没有？就是其实我们总是在给自个儿建造。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世界变大了，其实只是我们的牢笼变大了，好吗？好，但是过了明天，你又感觉到这个更大的牢笼也是个束缚，于是你又想打破，进入下一个阶段。所以说，我们人有2种渴望，一种叫做保护，还有扩张。这2种力量呢，永远都是对立的，它们关系到你的本质2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属于物质层面，另一个属于超越物质的层面。一股力量让你很好的根植在地球上，另一股力量则带你去找杨超越，不是另一股力量则带你去超越。好，
自我保护只需要局限于身体层面的保护。如果一个人拥有了必要的觉知来区分这两股力量，就不会存在冲突。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如何区分这两种力量。哦，原来是这个意思，给我个掌声。前面读了半天，其实我们都在我们是听完了之后说，我们就跟那个之前对，就是之前之前什么哪本书里写过这本，我忘了那句话了，就是说类似就是说，然后要请赐予我能改变一切的能力，能改变的能力，然后请赐予我不能改变什么，反正就是要赐予我智慧去分辨这两种能力，就是这个意思。好，那句话忘了好吗？现在记性不好，什么都记不住。然后我们来接着读，好了，然后呢，如果你有自个儿的觉知呢，你就可以去区分这两种力量。然后呢，对，所以说人们都在说，人们不禁要问：我该追求灵性还是物质呢？所以这样的人挣扎就源自于这种无知啊！我就是这种无知，我是那个又想挣钱，又想保持点我那点小个性了，所以说有很多时候人都说人家说什么趴着挣钱，我是什么？我是蹲着挣钱。然后只要一有机会就站起来待会儿，然后但是呢，基本常态是蹲着啊，对对，只是偶尔站起来那个扬威啊，谢谢各位。好，那么当你说灵性，你在谈论一种超越物质的维度，灵性上的根本渴求就是超越物质的局限，但是你自我保护的本能不断告诉你，没有一堵墙您是不安全的。对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那堵墙，我们感觉我们自己不安全，因为那一堵墙是我们辛辛苦苦这么多年那些皮糙肉厚，对不对？都是伤痕累累给建起来的。然后后来他接着说，于是你无意识的不断的在建造一个围墙。你之所以挣扎，并不是因为造物者不愿为你打开一个不同层面的可能性，而是由于你在自己建立起坚固的围墙。对，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围墙太厚了，所以我们才会不去，什么意思呀？然后所以我们才对，但是确实是挣扎的，因为在于我们又想变得更广泛，更多的爱，更多的事情去接触，对，有好奇心，所以我们又要扩张。所以这本书现在就要教会我们如何去区分这两种挣扎，这一种挣扎的两面。目前为止，各位觉得我是确实看了很多这个心理问题要书，因为我吧，就是阶段性拧巴，你明白吧？就是我老在觉得我特别的，我不知道，就是我总是在自我怀疑，就是我永远不相信我是对的，我也永远不相信我是错的。然后我总是觉得我有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我是对的，我也不喜欢我是错的，我不知道我要干嘛。然后对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就是有病，就是神经病，老想这些干嘛？好，我们来接着读啊，接着读。如果各位能坚持吗？我先喝口水啊。能坚持吗？能坚持吗？有人说其实这跟季节变换有关系，对，我跟大狗熊一样。然后这就是到点了就该，对，最近变天我确实情绪上也有点问题。我最近就是我这两天睡觉老惊醒，突然间砰惊醒了。然后难道是因为自个儿的帅气吗？并不是，好吗？是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有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在干嘛？好，现在那个睡不踏实，对，心神不宁。有一个人说到重点了，说我暖气开大了。你说的也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两天我们家太冷了，冻得我嘚嘚的。前天我们在编歌的时候，那鼠标在那摁的手指头都动不了了，所以赶紧弄个电暖气啊。尿醒了还行，我又纠结什么？我不知道我纠结什么，就是说，你知道上回我看另外一本书特别缺。那本书就是说教你克制欲望，然而那本书说到后边的时候就在于你想克制欲望本身也是一种欲望，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就是你有克制欲望的欲望，所以你也有欲望，所以这就没完没了，神经病。好，然后好，我们要接着读这本书好吗？啊，来啊，有什么道理？所有的道理都没有任何的道理啊。然后我们只是在耗费时间而已。但是呢，我们其实，因为我最不喜欢的一件事就是一件事一定要有意义，你明白吧？就是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跟时间总是显得那么的了不起。然而我觉得我并不是那么了不起的一个人，我没法做那么多有意义的时间跟事儿。然后但是我没有感觉我们要追求有意义的事情跟时间，就特别累啊，就觉得我还要有意义啊。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只不过要度过我们的时间而已，所以就我们读书好不好啊？来，有人说这个开心就好啊，就是这个问题就在于，就是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你没有意义呢，你就不开心，因为你觉得你肯定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才会开心。然后呢，但是你一做有意义的事情呢，你就觉得自个儿做的有意义的事情是不是对于别人来说也有意义？然后没有好，然后好，我们来接着读这本书啊。这本书好，他说举个例子啊，当我们把重力跟恩典当做两个对立的力量，重力在某种程度上与人类保护的本能相关。因为重力让我们此刻能够扎根于地球，也是因为重力我们才拥有了我们的身体，所以重力在努力的向下稳住你，而恩典是努力的将你向上提起。如果你从存在的物质力量中解脱，恩典就会在你的生命中发生。那么生命中重力始于存在，恩典也是如此。你只是需要让自己能够触碰到它。对于重力，你没有选择，无论如何你都触碰着它。对，因为重力总是在让我们扎根于这个土地，但是恩典会让你变得更具有接受性。什么叫接受性？如果你强烈的认同物质世界，重力就是你唯一要知道的一切。由于连接上了超越物质的层面，也就是连接上了恩典，所以如果你的生命体验超越了物质的束缚，你就能触碰到恩典。突然间你会发现生命似乎神奇的运作了，就好比如果你是唯一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你会看起来很神奇。人们可能会觉得你很神奇，但你知道你只是变得对一个生命的不同维度具有了接受能力，而这种可能性对每一个人都是敞开的。好的，那么以上这一段没有读懂，我们接着来往下读好不好？看来所以说嘛，读书是一件多么无聊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要读，才会，因为它有这么多无聊的地方，后边当你看见一些让你觉得哇，这句话让你豁然开朗，或让你觉得我有意思的时候，前边咱们这些无聊这些罪受的才值，对不对？要不然咱们只读了一些无聊的东西，就不值了，咱们就亏了啊！好，那么生命为你开放一切，存在为任何人设置任何障碍。如果你愿意，你就能够连接到整个宇宙。有人说敲门，门就会开，你甚至都不用敲门，因为没有门，一切都是敞开的，你只需要走过去就行了。这句话好，怪不得我画了这句话。对，如果你是对一切敞开的，对不对？然后如果你那个围墙是，如果你就是因为要保护自己，如果我不能说你啊，就是说这个反正他的是不是这个，大家我们来读后感一下啊，是不是就是说，如果那个围墙跟自己的那个想接纳这个世界万物的这种心，然后能够相得益彰的话，相得益彰煎饼，然后相得益彰的话，然后呢，你愿意接受这个世界，那么你就可以连接到整个宇宙。有人说敲门，门就会开，你甚至都不用敲门，因为没有门，一切都是就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说，因为你有时候你觉得别人有门，或者是什么地方有门，你老是进不去，其实那只是你觉得有门而已。然后呢，有时候你会敲门，然后呢，你一敲门，一般因为你只要敲门，是不是门就会开嘛？对，里头人就会让你进来。
有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只要有那个勇气，跟你愿意敞开一切的心，你甚至都不用敲门，因为根本就没有门，一切都是敞开的，你只需要走过去就可以了。哇塞，悟了！好的，为了庆祝这几个章节，好的，对自己设界，新门还行，还崇文门呢啊，崇文门，好，悟了，然后好，悟了味了，好，下一本，好，这本书啊，这本书就是上回我在一个那个微博那儿说的那个笑话，就是来自于这本书，就是说斧头帮，当然说他的原词儿没有那么幽默啊，我给他改的幽默一些，然后呢，我就说斧头帮如果开了个店，那个店叫什么名儿？叫 Photoshop 嘛，对不对？然后呢，这里头当然原来不是这么说的啊，原来说的没有我这个像个笑话，因为这是一个诗集。这本诗集叫做《一颗苹果宣布成为星球》啊。然后呢，这里大部分诗都很无聊啊，也许是我觉得无聊啊，我因为看书啊，什么听音乐啊，看电影，反正这个就是我们眼睛跟反正我觉得视觉是充满偏见的一个感觉，因为你看见的，因为我上回看一本书，上面写着一个词儿，我当时看完之后我都快哭了，叫做视觉盲区，就是说他之前就是他们做过一个实验，就是说这儿有一个大象，但是当你在一个位置，就是说这儿有一个大象，他们以前做过一个实验，这有一个大象那么大一个东西。但是你只要在一定的那个角度内，你这么着看前面的时候，你是看不见那个大象的。然后呢，它后来变成了一个魔术的方式，这个叫做视觉盲区，就是因为我当时看见这个词儿之后，我非常的震惊，因为我常年，因为你知道，当一个艺人，尤其是像我这种啊，就是长得也只有长得帅，不是也没有多帅。然后呢，时候又长，有时候很多时候你都感觉活在大家的视觉盲区里，因为你无论你多么努力的做任何的事儿，然后呢，你感觉别人都看不见。然后呢，但是你感觉有一些人没有干什么，然后他们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然后，所以当然说这是一种非常偏见且不对的想法。但是当时我看见那个词儿之后，我觉得哦，原来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视觉盲区。也许我有很多时候，我的作品还有我的一些东西，正好写在了别人的视觉盲区里、听觉盲区里。然后，但是不重要，那个区万一有人去呢，对不对？因为你打开了那个门之后，结果一堆人发现，哇，原来这个区里才是真正的好东西。我就开心了。谢谢各位，我要给我自个儿掌声鼓励一下。行了，你们都住那个区对不对？好了，谢谢各位啊。好，我们来说什么？这本书叫做《一颗苹果宣布成为星球》。来，你们就住那个区，行？那小区物业便宜啊，行，你去吧。行，你过去啊？你怎么过去啊？然后这里头，也是大部分都无聊，但是有一些呢，我写了，我没写，但是我上回拍照片了。好，咱们来挨个读啊，有一些还行。我上好像拍照片了啊，因为它都是很短的诗，就是里头都是很短的。你看他这诗啊，反正有就是没劲。就是这种诗，我给你读一个。他说这个诗叫做生菜，生菜熟了也叫生菜，爱人不爱了就不是爱人，生菜比爱人靠谱而且脆。这什么？当然说也许是一种意境，微臣不懂好吗？但是有一些写的还是不错。这首诗就写得特别好，这首诗叫做《花》。他说，大家听这首诗，反正我觉得好，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啊？来，大家听听这首诗，只有4句。花落下的时候，我还结巴什么呀？这是真的是，花落下的时候没死，风捡起了花，又丢下，花才死了。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来听听，这本不错，这句还是不错的，对不对？就是花落下的时候，它没有死，是风捡起了它，又把它丢在地上了，所以它才死了。有深意，有那味儿，对不对？好诗，好的。
然而你看看这本书呢，就是高低跌宕的一本书，下一页就非常的垮。这个诗叫做北方。爱情让你想起那些投入热水奋不顾身的饺子，滚烫柔软，争先恐后举起了投降的旗帜。也还行，但是它不走我这块儿，好吗？我这区没进去，行，缺的，非常著名的网上有一句话叫做"女朋友"，那首诗就是来自于这本书。女朋友像一首诗，你不能跟一首诗讲道理。嗨，偏见。好的，好的。然后，那么我们，但是这句话我在网上看过啊，所以才有了这本书啊。反正他也写了一堆很奇怪的诗。你看这种叫做《往日时光》这个诗，叫做蝴蝶夫人说，做毛毛虫的时候，老娘我也是个软妹呢。什么？真的是啊。好，我们来下一个。好，就有时候这个从嘴里真的说出网络语言的时候，就会吓自个儿一跳，说我在干嘛？我为什么要说这种话？好，反正大部分诗都很无聊。这本书特别但是这个不准确，但是我对这首诗特别有感觉。来，各位听好了啊，这本书这首诗的名字叫做《春的最后一页》，春天的春啊，春的最后一页。他说，诗开始了啊，五月是春天的大龄儿童，而6、7、8月拉着手，就不许他当夏天。就感觉特别的，但是说5月，然后我查了一下，5月好像也可以是夏天，但是这个感觉大家自我体会一下啊，就是说5月是最大的春天了，已经是，但是6、7、8月一起拉着手说，就不许你当夏天，就是感觉这首特别靠谱，就不知道哈，就是说，就跟上回我看另外一个诗集也是，他说。就有一些事情就是很奇怪的，就是在于也许你也很瘦，也许你身材非常棒，但是呢有时候就是一个时机的问题。那个电梯就是因为你一进去嘚儿它就响，然后呢你就得出去，然后别人都坐满了，所以有时候就是这么点事儿，是不是？那个时机跟最后那一点非常重要。好，这个还行啊，我们来。为什么开始气咖？没有原因。好的，我们现在进入下一首诗，好吗？反正这个诗集有一些还行，我们再来读3个，好吗？你看他有一些自以为的幽默吧，其实也不是就是很冷，但是说还行。比如说这首诗只有3句话，叫做升天啊，一人得道，鸡犬都可能变得很好吃，这什么呀？好的，这首诗我非常喜欢，这首诗叫做《文学梦》啊，《文学梦》。上回我从另外一个也是一个诗集里头，我怎么净看这些歪诗？就是，然后那个笑话就是从那儿说的，说如果他说的是如果天文学家死了会变成什么？不是一个文学家死了会变成什么？会变成天文学家，所以我给改成了一个文学家坐飞机就变成了天文学家。我在干嘛？ Oh yeah. 好的，这是个什么特效？还在笑话别人，别人说一人得道，鸡犬都变得非常好吃，跟我那个文学家坐飞机变成天文学家有什么区别？真的是，好，但是我很欣赏这个，我很欣赏下一首诗，这首诗我非常喜欢，这首诗叫做《文学梦》啊。这首诗是说鸵鸟埋首创作，于是沙漠里多了一首诗，叫做藏头诗。就是这个特别金琢磨，说这个鸵鸟埋头创作，
于是沙漠里就多了一首诗，叫做藏头诗。所以说下回我们就可以说笑话，说谁是最这个世上谁是最擅长写藏头诗的？那当然是鸵鸟，因为他把头经常藏在藏头诗，可以，这个梗可以是不是？还可以。我非常不喜欢梗这个字儿，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因为我一直认为笑话叫包袱，但是说你这个梗特别棒，我每回听见这样的话，我都觉得但是我写这首歌叫做《世上梗最多的歌》，你看看，我不喜欢的事儿，并不代表我不喜欢，好吗？因为我不喜欢的事儿，也许马上我就该去做了。好，我们再读一个啊。它还有一些，反正也是自娱自乐的诗，比如说这首诗叫做《垂帘》，没有听正啊。然后呢，他说那个掀起盖头我就跟你过了，掀起刘海我就跟你离了，这什么呀？这是啊，好。我们来看看啊，因为也不能说每一个都很好，有的还是很酷的。但是你看他写的这首诗吧，就非常的，这首诗叫做《小夜曲》，就也还行，但是就是读完之后没劲啊。大家可以鉴赏一下，也许你喜欢啊。然后这个斑马线是沉默的钢琴，为错身的路人演奏着无声的乐曲，没劲。好，下一个，这首诗我非常喜欢，这首诗叫做《自我》。苏打水约的人没有来，后来他已经不生气了，于是他就不再是苏打水了。好事。苏打水，好，这个不错，是不是？因为苏打水就是因为他是自我，就是苏打水如果不生气了的话，他就不再是苏打水，就是哇，好酷，没听懂是不是？就是说，有的人，你是不是？就说苏打水约了个人，他没有来，这跟小菜一盘小菜，后来他被端走了是一，不是，他不是个冷笑话，好吗？就是说，有的人，我理解的啊，我 understand 的这个 meaning， 就是说，有的人可能，比如说，有的人他不喜欢苏打水，但是您本身，您这个人，大家都在说我们要做自己，也许你就是个汽水，也许你就是个苏打水，也许你就是个醋，也许你就是个甜水，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觉得，比如说我是苏打水，然后别人。我命里就是苏打水，比如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但是呢，别人跟我说你不要老生气，然后呢，我后来不生气了之后，我就再也不是我了，因为我已经不是苏打水了，明白吗？其实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理解的啊，我也许人家也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我是听者有心了啊。好，我现在翻到那个上回我借鉴的那个笑话啊，我看一眼。因为有很多时候我在台上说的一些笑话，还有什么那种笑话，都是我瞎看书啊，人也不是那么写的。我看着，我就看成我自个儿的一笑话了，就是所以说，还有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我给记错了，就把它记成了笑话，也是很神的。我来看一眼啊。这个也好，这句话这个也酷，但是这个我要留在以后节目里说。然后那个，等会儿啊，我喜欢而且我还喜欢这个，大家咱们来听听这首诗啊，这首诗叫做《愿望》，这首诗叫做《愿望》，愿望，开始了啊，对不起，只能靠你自己了。一颗耳背的流星，说完呼啸而去。喜欢这首诗，一颗耳背的流星，对不对？说对不起，只能靠你自己了。一颗耳背的流星，说完呼啸而去。喜欢这首诗，好。大家如果后边可以买这本书，但是就是
然后他其中有首诗我不方便在这儿念啊，这首诗叫做《人生几何》啊，那个还是那个我是看这一本书的时候唯一看这看乐了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首诗啊。行了，不想看了，找不着了，没劲。下一本。好了，应该不会买，对不对？因为我要跟各位说一下啊，因为我这个人买书，其实看书也是有非常非常有讲究的。我从来不看有故事的书，我不看任何有情节的书，然后我只看这些只言片语、自说自话、胡说八道，的就是那种心理还有思维方式的书。我不知道，我这个人可能就有一种，因为大家发现，比如说我说笑话，或者你们看我那个吐槽大会啊，或者脱口大会，我讲故事也从来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也不知道我就是，但是它是有意思的，就是我非常的不喜欢逻辑性跟连贯性，就是我喜欢东西全是那个四处闪光的，你明白吧？就是说我不喜欢，因为我连电视剧都不爱看，我不喜欢连贯的事情，我不知道，就是。所以我也基本上不看小说，因为首先我也记不住什么情节，就是东一句西一句的。然后呢，他们经常能让我觉得，我在看书的同时，是感觉我在跟别人聊天，我在跟他对话。然后他的每一句话，也许都会让我引起一种思考。因为我可能觉得这就是因为我这个人相对非常，我是一个非常，也许就是说所谓我很自我，因为我不喜欢被任何一个东西带着我去看它，明白吗？就是说，我觉得我看任何一个作品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个作品跟我是有对话的，就是说，好像是，就是我能跟他讨论这件事儿，对，好，累不累？累不累？这就是睡不着觉的原因，怎么回事？好了啊，行，对，我是跟书聊天的，就是因为我看书的时候呢，我基本上不看书啊，我也不爱看书。然后，但是我爱看书的时候呢，就是在飞机上，因为飞机上也没别的事儿干啊。然后呢，只能看书。然后还有就是上厕所的时候看看书。平时我也不会说找一个风景优雅，点一杯咖啡，在暖暖的阳光下，存在那里温馨的看一本书，那不是我，好吗？有那功夫我就去拧我的钮去了啊！这我就去做歌去了。然后我只是为了，但是我偶尔会因为那个最近就是又开始迷茫了。然后我就买一本书，我觉得每一次我迷茫的时候，就是因为我饿了，就是我上回说过啊，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观点，我总是觉得就是说我有时候迷茫，就是因为我脑子还有我的思维又饿了，或者是说它又没有营养了，是怎么着？我也不能说没有营养，我也不知道。然后呢，感觉就没劲儿了，然后所以我就要买一本书或者几本书，然后我去看看，然后呢，但是基本上。也不是每本都能看完啊，有的看个前言，有的一本书这么厚哈，有的我刚翻开这一页，就是作者简介的时候，然后我就已经烦了，这是什么破简介？然后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看看呢，就会让我觉得，就是我好像我的思维方式又能那个又饱满了一点，又精神了一点，哎呦喂！但是呢，这就是想得多。其实不看，好好过你的日子也没什么事儿。好，我们来看这本书，这本书叫做《月影》。哎，我是不是介绍过这本书？叫做《阴影》啊，阴影。哦，叫有光照的地方就会有阴影。来，我也不是好学，大家不要想太多了，我也没那么好学。就是因为我是觉得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因为我就觉得我饿了，比如说我饿了，我就想吃串儿，我就得点串儿。你现在给我点什么我都觉得不对。然后那个有时候我就觉得自个儿想法特别干枯，或者觉得没劲。当你觉得没劲的时候，可能就是脑子饿了。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买点幸福的3个真相。当然说这个名实在太缺了。然后它就能让我的脑子变饱啊，好像是啊。但是有时候也变不饱，因为有时候脑子也跟那个嘴一样，它容易吃坏东西，然后也没劲。有时候那串你也点的，你感觉
那个这串没准哎新开一家店挺好吃的，一点那破串什么破玩意儿，所以它都是有可能的。好，我们再来看这本书，这本书叫做《有光亮的地方就会有阴影》。这本书我以前好像介绍过，这本书就是都是讲那些哲学家的啊。好，我们来聊一点爱情的故事，好不好？这个开始的是这个第一章，是工作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前面就是讲道理的，好麻烦，什么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让我们积极有效的听取他人我知道了，行了，然后那个看着就烦。好。我这里写的这笔记，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写这些笔记，那么我们就从笔记里开始念好不好？然后，反正他基本上，你看这里有一句话，他说：“智慧者说话是因为他们有话要说，愚蠢的人说话是因为他们想说话。”就是这种。但是呢，你就丑不冷的突然看这种字儿吧，你觉得哇塞，好棒哦，说的。然后，但是你就琢磨这什么破玩意儿？那我到底是智者还是愚蠢的人呢？因为大家又不愿意把自个儿认知成我就是个愚蠢的人，所以，因为有的时候我感觉我有话要说，但是我大部分时候就是因为我要想说，我要表达我自己，所以我还是个愚蠢的人，对不对？行了啊，就不要所以说哲学嘛，就是有时候你看完一些名言之后，就会让你开始深思啊，开始反省自己，反省完自个儿，就发现自个儿其实挺好的，说什么废话在这儿啊啊！然后那我们开始来读这些东西了啊，好，所以这就是我读书啊，我经常跟书较劲，我经常会骂书的，就是说我觉得你说的什么破玩意儿，根本就不对，然后这样就显得我特别厉害，嗨，然后我在说什么，我跟书较什么劲，然后我只是。这种书一点都不累，你有人说看这种书好累，你要跟他对立，你明白吗？就是说，我觉得书啊，还有人，还有这个世界上一切，告诉你的事情都是不对的，也有可能都是对的，就是你自己去，你可以跟他较劲，你跟他杠，你说凭什么智者说话，因为他们有话想说，愚者说话，他们不是智者说话，因为他们有话要说，愚者说话，因为他们想说，对不对？然后你说你就这么说你爸吗？然后。我们的父母经常就是因为他们想说，他说我想跟你说说，对不对？你能说你咱们的父母是你爸你妈是愚者吗？对不对？要说抬杠，他肯定抬不过咱们，但是咱们还是得接着聊啊。好，然后呢，反正就是这一段啊，他说这个但是这句还是不错的啊。当遇到爱情时，每个人都变成了诗人啊。然后呢，当然说我一直认为。之前我也说过，人生我瞎说的一句话，我说人生辽阔，不能只活在爱恨里，就是因为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爱情并不只是爱一个人，就是我觉得爱情你可以对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东西，包括你的手指头还行，包括你的呼吸，包括任何眼前的东西，你都可以爱上它，对不对？那才叫爱情。当你爱上一个东西，不仅是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每个人都会变成诗人，因为那个时候，对。就是刚才那本书，我们要学会愉悦、爱与平静。我愉悦已经做歌一般都是做愉悦的，那是痛苦的结晶，那是我痛苦的结晶。爱呢，我觉得其实我已经学会很多了，因为我已经慢慢的我已经学会了爱情不仅是人，然后但是我现在要学习的就是平静。好的，我们来说这个啊，好，上面呢写了一些啊，当我们自己没有恋爱的时候，就会觉得恋爱的人很可笑，我们甚至会被他们扰怒，甚至有时候一点也不理解他们的举动，这是因为我们听不到他们内心的音乐，直到我们自己坠入情网的那天，我们才发现自己竟然也说出了曾经无法想象的甜言蜜语，跟听见了那个从来不喜欢听的音乐，对不对？因为爱会让我们变得柔软。这句话里头的重点就是在于它的形容非常好，就是在于我们那个，也许你看见，比如说爱别人谈恋爱，或者别人成功了，或者怎么样，然后呢，你就会觉得有时候他们这种东西会让你觉得反而觉得特别的烦，
什么破玩意儿？你就看他们，然后那是因为当时的我们听不见他们心中的音乐，这个叫做什么？听觉盲区、感觉盲区。对，又回到这个盲区这个问题上。对，就是这样的。好的，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因为我真的对这个盲区这个事儿非常的就怎么说的，就是执念。我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走出别人的盲区，但是我发现我走出了这个盲区，我就会进入别人那个人的盲区，因为每个人盲区不一样，而且每群人的盲区也不一样。然后呢，你就永远无法，不知道。好，我们来，做我自己。我现在最烦的4个字就是做你自己，就是说，因为我发现，就是我并不知道我自己要怎么去做，而且我觉得我只要不去做我不想做的自己，已经是很棒的做自己了，就是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要干嘛，然后我非常的我总是这样，好，然后那个我们来接着看啊，这句话对，之前我分享过这句话，这句话特别特别酷。当时我读完这段文章的时候，我非常的，怎么说，就是觉得好棒，那么现在我要开始读这段了。Everybody 准备好了吗？我要开始读这段了。我喜欢的这段话，在非洲的每个清晨，当一只羚羊醒来，他就知道一定要跑过最快的狮子才能生存。在非洲的每个清晨，我再说一遍啊，在非洲的每个清晨，当一只羚羊醒来，他就知道一定要跑过最快的狮子才能够生存。在非洲的每个清晨，当一头狮子醒来，他明白只有赢过跑得最慢的那只羚羊，才不会饿死。所以不管你是狮子还是羚羊，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最好已经开始奔跑了。多好的话 ！Oh my god， 好棒，非常的励志。这种话就是因为不管你是强还是弱，你不能放弃奔跑，你明白吗？就是就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也是，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哇好累，我在干嘛一天到晚，然后但是我不能停止向前，要不然狮子就来了，对吗？好吗？虽然咱们大部分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狮子，有的时候我们是羚羊，对，是这样的，然后只想躺吗？对，有人觉得不公平啊。然后首先在成人世界聊公平这件事儿，首先就不是成人世界的事儿，好吗？然后公平还行，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哪有那么多公平？然后这个事儿就是这样，我们就要不断的向前，不断的奔跑，好吗？好，那个当然说我说话有很多偏见啊，希望各位咱们就是相互讨论。我 DM48 就要来了啊。好，但是我还要再读完一段，也没有什么累的。其实大家说什么做人很累，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其实累就是因为我们如果活着，我们就会觉得累。当然我们走了之后，我们也不会觉得累。所以一切的累就是在于我们有意识。然后呢，我们又觉得我们的意识很累，但是我们又觉得不能失去我们的意识，所以这件事就非常的缺且无聊，所以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觉得累，你觉得不管你是羚羊还是这个狮子，你就是要向前奔跑。你累不累你也得跑，你累了就会被狮子吃了，好吗？你一个狮子，你如果累了，你就会被饿死。所以说，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向前。好，我们再看看下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原来如此》啊，这本书我从来没有看过啊。好的，那么第一个
第一页打开就是非常无聊的一句话，叫做鲸鱼为什么会长喉咙？那么看一看鲸鱼为什么会长喉？谁在乎鲸鱼会不会长喉咙？唉，没人刷礼物，不需要刷礼物，我的直播不需要任何人刷礼物，谢谢大家啊！我是一个分享的平台，我不需要拿这个跟各位刷礼物啊，不用啊，大家送我实体礼物就可以了，不用啊！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鲸鱼为什么长喉咙啊？然后那个我看看，哎呦喂，这怎么这么长啊？这故事不想读了。这是个对送一些实体的刷礼物，榜一大哥是不是？我现在榜一大哥是谁啊？叫做小帅招主播加盟，这是个公司的是吗？嗨，人家是个那个主播公司的人啊，可以啊，祝你那个生意兴隆。我现在看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一个平台，就是那种二手交易平台上，经常有那个说这个什么主播公司干不下去了。我希望你们公司能够宝刀未老，这就是喂饱老刀，然后能够无论你是狮子还是个羚羊，都能够一直在奔跑，好吗？啊，小易，祝你招主播能够成功啊！好。哎呦喂，但是我之前看过，我录节目时候碰见过一堆主播，我觉得他们特别的，还是很钦佩他们的能力，因为他们跟我说有一些主播就唱歌，什么都不干，就在那唱歌，然后就是靠榜一大哥刷礼物，是不是？因为这不是我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不太懂，但是我非常敬重这种，每个人都不容易，太棒了，祝福你们。好，那么那个我现在要干嘛？10点了，好，我要跟我的 DM 副业开始连麦了。我们是否能够一块看书呢？好的，来，这是我们的 DM 夫妇 ，OK。可以 ，Hello， 等会儿，我那么大声啊，来，等会儿稍微绷一下，你说句话啊，少女。喂，哇，你的音量非常之合适，好，行，就这么着吧，来，哇，好羡慕你。啥呀？短袖。对，你是住在南方，还是说你们家暖气来的早啊？南方，海南。哇，海南，哇，好棒。哎呦，每年都是跨南还行，跨年我在干嘛？我现在嘴皮子，跨年的时候才会去海南啊。那你今年还来吗？我之前还看过那个跨年。我应该会去，对，就是一般就是在那边嘛，对，一边就在南方跨年，因为这样那个在户外演出不冷。但是也冷啊，记得那时候刚好1月份会下雨。那是因为您是在海，您在您那个地儿好吗？然后您没有在北京，你试试在北京外边站2小时试试，不疯了吗？行吧。哎呦喂，你后边好紧张啊！没什么紧张的。我从今天下午5点半接到电话，紧张到现在，不要紧张累了。对，不用紧张，没有什么可紧张的，因为你是个狮子还是个羚羊啊？就是你到底。我是太阳。我觉得我非常的那个钦佩你，就是说目前你还没有睡着，非常好。没有，挺好笑的。他说你有回声啊，跟在 KTV 里一样啊。就是可能是你那个什么东西没关，你教教他们，有没有人告诉他关什么东西能没有回声？没事，咱们来学习一下。这都是没关系，你们俩听不到就行，我听不见。不要用音箱，他说你不要用音箱，你有音箱吗？我没有，我有耳机啊。人用耳机，人家说没有内放，电脑关了就没了。关了呀，没开。他不是电脑，他是手机。他说你可以把耳机拔掉，这些同学们都是来自客服的，对不对？把耳机拔掉，听不到。他说你没关内放，内放是什么东西？到现在我也不懂什么叫内放。什么叫内放？不知道呀。你有内放吗？你找找。来，我们来。没有啊。我们来学习好不好？每年交着网费是干嘛用的？我们来查一下，什么叫做如何关掉手机的内放？我看一下，如何？直接问工作人员吗？不行，我们工作人员告诉了我就容易忘，我自己查完了之后我就会记住。
如何关掉手机的内放？通过键上。等会儿啊，怎么那么麻烦？等会儿看一眼，它是不是只有外放吗？我看看啊，他说电脑才有，你的是内放，不是密的。哦，对，我想起来了，好，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对不对？现在没有了。哦，是我坏了，哦，我摁错了，我刚才一直没有摁那个钮。哇塞，怎么回事？刚才你们居然，你们能听见我说话对吗？刚才能。哦，能听见。哦，我刚才摁错了，是我坏。我说嘛，手机怎么还有内放？好，来吧。你既然紧张了那么久了，你有什么要跟我说话的吗？还是说你是没有那个紧张完了你要说什么吗？说呀，我写了好多，但我不知道从哪开始说了。从哪开始？写了好多东西啊。从哪都无所谓，来吧，你说吧啊。从哪都无所谓，那我看一下吧。啊，就是蜜们说，就想让你知道那个歌，就是我们的歌很好，然后梦醒时分也很好听，对吧？对，还行啊。对，那个承蒙人家节目组啊，来啊，感谢他们。对，然后我其实我想说的是，你想说什么？开巡演呢？开巡演，开呀！巡演，开呀！我不知道啊，开呀！反正我应该是开呀。反正有一个，我可以跟各位说一个时间，但是那时间我不知道行不行啊？叫做这个时间叫做12月18号，是12月18号，是一个有可能会开演唱会的一天哦。然后，但是我不知道那天能不能开，但是你们可以记一下，叫做12月18号。你们要那天有事儿，你们就去啊。然后，但是尽量没事儿，有可能能行那天啊。是吧？那不是在上海吗？我是在上海吗？也没准，可能也不是上海。然后那个，反正我听了一耳朵说12月18号好像能开啊，我不知道。上海太远了，太远了，哎呦，去哪儿都远，对。去哪都远。哎，对，近在咫尺，你得去啊！你去了之后，还能，我们上海有一堆地陪姐妹，据说他们特别排外，不是，据说他们特别的热情，然后他们应该会能欢迎你，你跟他们又成为好朋友，多了几个好姐妹，多高兴！不是抢得到票吗？问题是，一定应该可以，你让那个地陪姐妹们他们帮你找啊，他们应该门路多啊，他们很棒的啊，门路多。对啊。行，反正应该没准啊，开呗，我也不知道，开吧，然后我其实还有一个我想说很久的点，就是之前您不是老说那个 emo 嘛，就老说大家都网易云嘛，然后你也想写网易云的歌，但是我就觉得，就网易云的人太多了，不需要您网易云了，就需要您开开心心的歌。因为而且我写肯定也没有人写的易云。我人云亦云，因为网易云特别容易人云亦云，对吧？这歌都写的一样。然后，但是那个我也不知道，没事儿，我不知道。我现在甚至觉得音乐这件事不重要。然后，所以没事儿。然后到时候再说呗啊。然后我觉得差不多啊，我一定不会亦云啊，人云亦云。反正我就写我那点东西而已啊。你不要亦云，那可真的是太损失了。哎呀，我不知道说啥。你之前说和5条人的合作，现在还合作吗？我什么时候说我跟5条人要合作？我不可能跟5条人合作。为啥呀？我不可能跟艺术家合作的，艺术家太麻烦了。啊？我绝对不跟任何艺术家合作，就是太麻烦了。他们都有，我跟你说啊，要不然你就听我的，要不然我就听你的，对吧？咱们俩别合作。就是说我现在我真的很怕合作这件事儿。就是因为我合作过几回，就很麻烦，我真的受不了麻烦。就是说，就是因为你又得听他的，然后要不他不听你的，你又觉得不对；你听他的，你就觉得又不合适，反正就莫名其妙。算了，还是自个儿听自个儿的吧。行，那也行。对，就不想拧吧，太麻烦了啊。那还挺可惜，我还期待了挺久的。我什么时候说过？你帮我回忆一下。现在我真的是个傻子，我从来没有。可能只是场面的客套话，你们在舞台上说不是可能，他就是没有可能这俩字。你琢磨一下，我怎么合作？我哪儿找他们去？我哪儿找？我找都找不着，我也不知道怎么联系他们，我怎么跟他合作？有微信吗？
没有，因为我尽量不跟任何人留微信，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那个需要对节目的时候，我才会留微信啊。嗯，好吧。好，行嘞。你还有什么？你不是一堆问题的吗？咱们对呀、那我一条条问吧。好了，来问吧啊，来。好，就是啊，就是说谐音的这个问题，感觉你每次好厉害啊，就是可以一下子反应过来。你是有什么技巧吗？就是说生存技巧，就是我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因为有很多时候就是常年练习了一种，就是刚才那个狮子跟羚羊这件事儿，就是如果我不去反应的话，我就会没活儿。然后呢，我这些活儿都是靠这些反应来的，所以它变成了一种反应。就是所以就是录大部分节目，我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说这些话，然后但是就是因为常年训练了一种，如果我不去这样发挥的话，我就会吃不上饭，所以我就要去练习这种能力，然后就有了一种这种能力。但是当然有很多时候我也发挥不好，我就是我现在只是几率比较大，10回能有6回还行。啊，哪有？感觉每次都好好笑啊。那都是嗨，我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啊，已经超过一半，已经很棒了啊。那就是刻意去练的是吗？是有什么方法练吗？还是你自己琢磨的一些？没有练，当然说平时就跟那个要多看看这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攒一点东西，然后尽量对，可能跟我个人思维方式很有关系，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发散性思维的人，就是我不知道，我刚才我也说我看不了连续剧，我也不喜欢任何有剧情的东西，就是我平时看的都是一集一集的，就是那种动画片还有那个什么这剧那剧的，然后所以我可能我看的所有东西也都是很那个分散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很有道理的事儿，所以我就会锻炼了我一种完全不讲道理的思维模式啊。真的很不讲道理，包在我身上。那个好好笑，每次都笑到。什么东西啊？你我听听，我什么你就乐了？就是你在脱口秀大会上模仿杨波的那个，你说你去旅游，然后你的包，你跟导游说你的包丢了，我包在我身上，对不对？后面还有一句你倒是给我呀，你倒是啊，对，那个是挺逗的，那个还行，那挺贫的。然后对，就是那阵儿我心中有好几个笑话，就是我想，因为杨波那种说话方式是我之前看美国那个他们，因为他们也知道，就是一个那种说话方式，我觉得特别好玩。然后那个，所以我之前也研究过这种，然后上回就演了一回，我觉得还挺逗的啊。行。然后那个就是大家都说最后那场表演，你跟王冕的那场表演觉得特有意思。还行，我们就是瞎折腾啊。就是还对，所以你也看了那个所谓那个我们最后那场了，对不对？看了呀。最后那场看了。那你觉得其中哪个笑话现在你能记住啊？包在我身上好像不是。不是对，那场的笑话，完了这个作品白编了，就没有一个点让你记住，对不对？没有任何一个点让白编了。没有，我想一下，等下我努力想一下，我想一下，你就不要想。想一下。这对于我来说已经失败了，我已经失败了。就是说，居然你还要靠想才能想起来当时发生了什么，它已经不能成为你的一种意识了。完了，我失败了，我哭了。我要跟王冕说，我们失败了。没有，是我记不好。不是你记不好，然后你随便，你就这么着。首先，我帮你回忆一点点啊。这个能想起来吗？开头对不对？然后所以你就想起来吧，中间发生了一堆无聊的事儿，然后哪个点让你觉得最无聊？最无聊，都挺好笑的。那我来分享一下我觉得最无聊的一个点吧。我当时编的时候，我很开心的一个点，我很开心的。我看看，我先是除了王建国，然后是鸟鸟那个点，鸟鸟那个是现场编的。因为王冕跟我说，那个有一堆人都要不说脱口秀，证明他们不爱说脱口秀。我说那好啊，我说那他们到底有什么才艺啊？然后王冕也没告诉我。然后后来我们去那个事儿特别神，就是在于他跟我说鸟鸟会演一个，我说鸟鸟要干嘛？然后要开始硬核说唱嘛？他说不是，他要拉二胡。然后呢，我就感觉鸟鸟拉二胡这件事儿应该是特别逗的。然
然后就是后来我们去走台的时候，我才看见袅袅拉二胡，然后我当时当时就是因为袅袅拉二胡这件事儿，就是我走台那边大家没乐。然后我就特别紧张，我觉得袅袅那么精彩的一段演出，大家没有乐，是因为我们包袱铺的不够好。然后后来就赶紧想出来，我们前面就开始嚷嚷，加了一段那段线编的，什么那个什么哒啦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什么那对，就是对。后来，然后我后来试那个方式之后，我说完那个方式时候，我看底下观众就是在走台的时候，底下那些观众乐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方式可，然后所以袅袅那个还不错啊，那个就是我们前边神经病说一堆，然后结果是袅袅再拉一个特别干的二胡，是吧？啊，还行，不错。然后廖博是演了一朵枯萎的花吗？对，廖博那个非常精彩，但是廖博当时走台的时候也是在那儿跳了半天，我就觉得哇，这位艺术家真的不容易，因为他一直在袅袅那个破二胡里头，比现在长很多，你知道吧？因为就玩的跟那个个人现代舞秀似的。我都已经看迷茫了，我说你是我疯了还是你傻了？怎么在干嘛？就是这，然后因为他跳的还特别认真，袅袅拉的又特别投入，就没有人敢说停，但是就是又感觉我超乎寻常的无聊，就是我觉得就是反正然后后来就改了改节奏，还挺好玩的啊。行，我最喜欢哪个点？我想想啊，那个我们总决赛的时候，我最喜欢的点就是我最开始的那个点，但是那个。上双讲就是正常的点，然后就是我那个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就是当时我不知道节目播完什么样，然后那个当时我梦想中的样子就是李诞不是每回看完别人演出都问我最开始编的这个桥段不是在中场休息的，我最开始想的这个点一定是在随便哪个脱口秀艺人只要说完了那个他的脱口秀，李诞采访谢娜，采访徐峥。然后无所谓采访谁，采访到我这儿的时候，说大老师，你觉得大都是冠军，你这回觉得怎么样？我突然间，然后我就开始唱，然后这样就会特别的无聊，然后就跟神经病一样。然后，但是他后来把我搁在了那个中场这个地儿啊，就显得没有那么突兀了。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别人问你问题，然后你突然间开始唱起一个山歌，然后就是非常的无聊，就很破。对，就特别的有意思啊，然后就还行，那个是我最喜欢的点啊，然后后边就是那样了，高兴。你就喜欢唱一嗓子就完了。我呀，对，我喜欢破坏节奏，就是先让大家适应一种节奏之后，我去当那个破坏者，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干这事儿啊。可以，不愧是小天才。嗨，我是个手表是吧？然后好嘞，就又来了，就是这种每次听到这种就随手接的梗，我就觉得真的太厉害了，就每次都会觉得很好笑。为什么？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我不知道。小天才手表，小天才手表是真的有这么东西，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是有啊。然后那个我都sorry， 我有时候真的后知后觉。但刚才我还看我这电脑屏幕呢。然后所以你知道，我有时候真不知道我说了什么。然后那个有很多时候，真的有一半的时候，就是我说完之后，就旁边人乐，然后我说我干嘛了？然后他说你说这一句我说是吗？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啊。这就是我锻炼了这种能力啊，就是莫名其妙的一种没有用的能力啊。厉害，就是每次不开心的时候，就去 B 站刷你那些讲那些碎碎念那些咖。对，上回我去问了 B 站的一位所谓这个网络语言叫做大神呐，是大神，是不是就是特别厉害的人，对不对？然后那个，因为之前有密不是推荐我去 B 站，然后呢，问题就在于人家跟我说了一下，介绍了一下 B 站的这个受众跟什么，然后我发现我真的很不适合，就算了。然后因为 B 站好像，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有点害怕，听着，就感觉大家都太厉害了，就是都是感觉那种专业性，那个或者在各种这种那个文化里都感觉特别的那什么那种，然后所以我就觉得麻烦，算了，我听着就累。他给我介绍了一会儿，我听累了，我说行，凡是一件事我光听就已经累了，我就不去做了。
就是我更别说我去做了，我光听我就听累了。我说那行，我干不了这活啊，行，微尘做不到啊，我加油吧，我去别的地儿了。但是 B 站它的跨年搞得挺好的呀，跨年的晚会有邀请。晚会当然我可以去啊，我是说他们之前密不是说那个推荐我去开个什么频道还是什么，我不懂，然后就是我也听不懂什么道，然后后来我咨询了一下，听着就累，算了，干不了。算了，太累了。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不是没有什么意愿的事儿去做，就是一种折磨，所以还是算了啊，麻烦啊。可能就需要一个契机吧。那可不嘛啊，契机啊，对，是，您还有什么问题啊？有，就是啊，之前您给贾玲姐写的那首歌嘛，然后就是那个世上最美好的祈祷，然后就是我朋友托我跟你说一句，就是他当时听那首歌的时候，是他妈妈的妈妈刚刚过世，然后他刚好听到那首歌，然后就觉得很温暖，就想向您表达一下感谢，谢谢您写了这么温暖的歌。那也要感谢他啊，是因为他的这种感受，才让我的歌变得有了更多的内容啊。如果没他的故事，我的歌只是一首歌而已。然后好嘞，谢谢他。然后呢，对，总有人会离开，对不对？总有人会再来啊。行了，那就反正就是都是最美好祈祷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就是你写，比如说你写了一首歌，对吧？就是你可能一开始觉得不好，或者他没火，但是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在某个地方就被某个人听到，他突然就觉得对那个人可能就有了意义。对，当然，因为我喜欢的大部分99%的歌在中国都没火过，然后所以说，但是他在我心目中就觉得哇，这些歌太酷了，为什么世上会有这么好的音乐？然后，对，我没跟你说嘛，刚才我在干嘛？刚才就是那个破书里写的内容，就是既想探索一切，又给自个儿建立了围墙，就是因为他红了因为前2天张亚东老师跟我说了一件事儿，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我想想，可以说吗？行，可以说，就是说他去，我不知道，反正不是这样。好，我们忘记张亚东老师好吗？张亚东老师没有跟我说过任何话，我不认识张亚东老师。然后我只想说，就是有一个人啊，有一位特别棒的老师，然后跟我说了一句话啊，然后说了一个事儿。他说他前一阵去一个公司去就是开会，然后呢，因为他已经好久没有去那种公司开会了，然后呢，那个公司因为以前唱片公司开会呢。我现在说的太具体了，算了，反正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以前音乐开会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歌好不好，市场怎么弄，然后现在呢，他说大家一定要在5秒钟之内让大众那个懂这首歌，就他们要明白的，这个。但是你知道，如果一首歌让大众啊是大众5秒钟就懂，这首歌存在的意义就没了，你明白吗？就是说，因为所有的音乐在于，并不是我听那5秒钟我就能听懂。就是好的东西，它并不是连所有人都能听懂这种的一种音乐，它就不是什么。所以当然说也是好音乐，但是大家都追求这个的话，它就不会有什么好音乐。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不重要，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于那个刚才你说有人喜欢，对吧？有一些人对于有一些人来说，这首歌是存在在他生活之中的。就已经我就觉得很棒了，很棒，了不起，因为我录我们的歌，我就有特别大的感触，我做不到，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唱情歌，好像很厉害一样，我在底下看着，我就觉得我真的做不到那样，不要，你不要写情歌吧，我觉得还是唱摇滚。情歌也挺好的，但是我就觉得我做不到啊，我害怕，我们都喜欢你唱摇滚。对，因为，哎呀，我刚想说啥忘了，就我觉得情歌太多了，就是比如说我失恋的时候，有一次我失恋了，然后特别难过，我就开始听那个情歌，本来想说可以共鸣一下，结果直接给我听抑郁的，我从此就再也不听情歌了。
本来都很难过，为什么还要听那么难过的东西呢？相当于你骨折了之后，然后去按摩，对不对？那就是你已经骨折了，然后呢，你找一人给你按摩，我刚骨折，你给我按什么摩？你有病！然后，但是问题，有人就好这个，你也是奇了怪了，真的，哎，真奇怪，就是也是神了啊，就是也是可以，所以理解不了啊。写点快乐的情歌呀。快乐的情歌爱情，我情歌不就是爱情不就是美好的吗？当然，就是我觉得任何的东西都是情歌，然后那个就是因为表达感情的歌都叫情歌啊，然后也无所谓。我说的是那种，就是说我还是刚才那位老师跟我说，就是大家一听就能听明白的歌，然后呢，有一些肯定是好歌，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我们都追求所有歌只要你一听就能听明白，那我们还做它干嘛？那就说明您找个乐队你也能做，然后就是这个点啊，就是好嘞，现在就是这个意思，太快了，就是5秒钟，这首歌我听不进去，然后我就会换下一首歌，对，太快，对，一方面是这个，一方面其实就是因为如果我是做这个行业的，比如说啊，我这个歌5秒钟就能让你听明白这歌是什么，那我还做这行业干嘛？就是你都可以做这个行业，你只需要找一个人给你伴奏就行了。然后那个对不对？这是一件，就是啊，我不知道，反正我也理解不了。没事，反正各有各的道啊，厉害啊。对，各有各的道。看一下，好像也没了啊。对，您平时会逛您自己的超话吗？逛，对，逛，有一个逛，要不然那些图都怎么探来的，对不对？就是还是得探一些图嘛。有一些，因为你们眼中的我总是那么的美啊，我自个儿就觉得我可丑了。然后，但是你们有时候拍出来，我觉得哇塞，我怎么长这样啊？好棒，就是。不然你长啥样？我有几张我都惊了，我来找几张。好，看一下。等会儿啊，哎，我看一眼，我之前，我照片比较杂啊，等会儿我看一眼啊，我之前你们给我拍过一张，哇塞，我说我长得这么美吗？哇，好棒，我怎么会长这样？首先我不相信我长这样，我看一眼啊。我找不着，看来还是美的比较少啊。等会儿，来米录克啊，等会儿，这张你能看见吗？就是有一张这个，就是我怎么会有这么美好的眼睛？就是有一张我是这样的，就是那个眼睛，我感觉我非常的纯真，我一大老爷们那么纯真干嘛？然后但是但是我觉得这张纯真的眼睛让我觉得我非常的那个怎么说？我非常喜欢，我想跟这个人，我想认识这个人，就是还有一些照片我丑陋到让我觉得我这个人要是出现在我眼前，我一定不想看他啊。然后没有，是不是？您在我们的心中都是那样的眼睛，对，是不是？我有一双美丽的眼睛，我有善解人意的心灵。然后还有一张，我看一眼啊。当然说你们的作品也比较少一些啊，就是我认为会比较也没有那么多，就是有一些作品还不错啊。就是您想要那种长枪短炮，然后给您接机拍的那种是吧？也不对，就是说，当然说设备是一部分，但是问题在于能出好作品这件事呢，其实都是街拍能出好作品这件事也不容易啊。我看看，刚才那是一个好的作品啊，然后我再看看有没有别的好作品啊。但是就是每次接机的时候，您身边都是一堆蜜啊，就很难拍到那种远一点的，可能一个人的全身半身照那种。就是因为难上加难，对不对？难拍出来棒才有意思，简单你拍完干嘛？就跟一个人5秒钟能听懂有什么用？然后那个无所谓啊。好了，因为5秒钟能听懂的话，就说明这歌你也能写，你明白吗？就是为什么我又说回这事儿来了，算了啊。等会儿，
因为如果5秒钟你能听懂，就说明你听完这5秒钟你就知道下一句怎么唱了，那还用我写歌干嘛？然后那个来，好，然后好，然后我看看啊，哎，我也没存过，哎，就是有一张这个也还行，就是有一张我这样的，就是非常的斜，我感觉我特别的，哇，好阳光。这张是我梦想中的脸，就是我觉得我不是长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我应该长成这样，就是，但是他确实好像就长这样，然后让我觉得哇塞，我居然长这样，可以啊，哇塞，可以，就不错啊，有的时候就是一种特别神奇，就是感觉你有时候会这样吗？就感觉我应该长这样啊，我怎么没长这样啊？就是会有吗？就是有时候比如你拍了一些照片，我想通了这个事情，就是你拍照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拍照嘛，肯定是为了发朋友圈嘛，那你肯定要好看的，你干嘛非要拍自己丑丑的样子，拍自己真实的样子嘛？就是别人都看到你真实的样子，但是你发朋友圈就是为了好看的，好看就行，但是管它。真实这件事儿永远都不真实，因为在于咱们永远没有看见过真正的自己。就是说，因为别人眼中的你，就跟我看我妈，就跟我妈看她自个儿永远不一样。因为我妈永远都在做那些打个针，那个又弄个，她老是那个鼻青脸肿的，你知道，就是老弄的。这2天又去弄那什么，我说怎么了？挺好看的，你还要多美啊？我说你已经比你那同龄的人70%以上都年轻了，你还要怎么样？然后他就老弄得青一块紫一块，弄得跟我爸家暴他似的，也不可能，对不对？然后他就然后所以就是，但是我们都没法真正的看见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看见的时候，就是都是手机跟那个镜子，反正都是没法看见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自己长什么样。但是你一看那个镜子的时候，你就感觉梦想中我应该是长这个样的，比如说我是应该，你看这个。这是一个什么大侦探里头一张照片，我就长得跟一个特别矬的猴一样。然后呢，但是呢，同样是这个画面。然后呢，我做了一个非常帅气的姿势，就感觉我又变成了什么那种什么那个大亨的那种富家富二代。对，我不知道，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到底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啊。行了。就我觉得就都是你，都是我，对不对？就是都挺好，都是你嘛。行，就是可能只是人只是不能接受自己而已，不是不能看到自己。行嘞，行，谢谢您了。那个您今天还有什么要跟我聊天的吗？我已经半个小时了，我要接着读书了。好，还是说你要跟我一起读书？没事儿，我也没有很想读，你接着说吧啊，说吧，行，读书，算了。我本来看到你开这个话题，我还想，我拼命在想，我最近读了什么书，然后发现我都是读了一半就不读了。我也这样，有时候你们有时候问我最近读什么书，我脑中也在想，我得跟人说个新的，对不对？然后发现我永远想不起来新的，然后我永远想的都是以前看那几本，就跟你现在跟我说你最近看什么新电影了，看什么新片了，我虽然看了，但是我就记不住。但是你永远记着有几个相对比较印象深的，对不对？有一本书我给你介绍一个，那本书我看半天了，我觉得特别的傻。等会儿啊。啥呀？等会儿我的耳机，什么水杯啊？好，就是这本书叫做《如何假装读过100本名著》。如何假装读过100本名著啊？怎么感觉好像你推荐过类似的书？如何？对，就是这个。对，然后这本书呢，我是常年搁在我这个洗手间的啊，每回我都看一眼，因为我看了这个所谓100本名著，我一本都没看过，就我看过其中一些，但是我什么都记不住。然后，比如说你看过《理想国》吗？理想国好像不是李建国，不是王建国，是理想国。理想国也没有哈。
没有，但是我看过《理想国》，但是我都忘了。然后这里有《麦田守望者》，我们可以随便翻一眼，就感觉我们读过100本名著一样啊。就是很多人买完那些书，都在家里头摆着，当自个儿曾经生活是有情绪的人。来，我们来啊，我们来3、2、1，那个白敬亭还是陈伟霆？哎，都行吧，快点吧。行，那我就那个你说白敬，我说停啊，来走你。好。哦不，我说白敬，我说白敬，你说停。对，来白敬停，来走你。白敬停，好。这本名著叫做《到灯塔去》啊，我没有看过。然后他里头写了这本书的精髓。有个男孩想去看灯塔，10年后他看到了，然后这本书就结束了。这就是这么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到灯塔去》，然后这是一本名著啊。它里头有好多，对，就是这样。比如说《等待戈多》，你知道吧？那个话剧，还有那本书。然后就是叫等待戈多嘛，对吧？然后呢，它底下就写了一个等待戈多，底下写着还在等着，就是没等来，还没，非常好啊，还在等着。然后可以，他就然后比如说这里还有什么正经的书吗？正经书，你看这写着呢，定价49.8块，这是正经卖的，好吗？什么叫正经的书？什么叫不正经的书？这个书穿的也很严肃嘛，穿的很多呀啊！你还行，比如说咱们看过一些书，他写的还是有道理的，比如说《堂吉诃德》。堂吉诃德，他写的就是说有个家伙攻击了风车，还有他疯了，这就是他的整个书的内容，是有道理的，对啊，对不对？他就是跟风车那较劲，最后他疯了，他这个，我觉得很对啊。然后你看《麦田里的守望者》，有一位坏脾气的少年一直在抱怨，就对了，这就是这本书整个写的就是这个坏脾气的少年一直在抱怨，这就是那本书，没问题。所以感觉适合杨波。对，很棒，这些书对适合杨波是真的。是吧？我幽默了，哇塞，可以，你也是 one dollar lady， 哇，好棒。对你看书都看什么？我看书可无聊，我都看一些工具书，为了在职场上升职加薪，都看一些很无聊的书。我加薪呐，我也看过那种书，就是如何让所有人都喜欢你，然后就是我之前好像有这么一本书，我从我爸那拿，是吧？是有类似这种，是不是？就是如何让别人所谓高情商，就是那种。那种我不看，就看那些什么认知思维啊那些，然后还有一些写作啊之类的书。哇，好棒！什么叫我都听不懂你的什么思维？认知思维不好。认知思维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认知一个东西，有没有认知思维是什么意思？就是原认知，你知道吗？原认知的原啊，原认知。就是原认知是一位作家吗？听上去像一个是一个概念，是一个概念，是新概念英语吗？然后那个就是这个，不要老，然后那原认知是什么？什么是原认知？就是你去观察你的思考对不对？就是你思考你的思考。那我就是一个原认知的人啊，就是说我就是一个我经常思考我的思考到底是不是该思考，对不对？对。那我是这样一个人啊，那原来我就是你说你是什么词儿，什么认知思维，那要这么说，我应该是认知思维大师，就是我经常思考我的思考该不该这么去思考，所以呢，你那个怎么去在职场中运用呢？就是，比如说我最近看的一个，它是认知驱动吧，就是教你怎么去告诉你一些比较，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教你一些能做成一件事情的心法。心法就是说一件事情你只要去做不就做成了吗？为什么就是怎么才能做成的心法是什么意思？
不像你这种行动力强的人是不懂我们这些拖延症的痛。就是比如说我要做一件事情，但是我领导让我去做一件事情，但是我拖了很久，我就是不想去做它，然后我就要去看。我不知道，我就是不想做，我就做不下去。为什么？你去做不就结束了吗？为什么？因为你不做，它永远结束不了啊。对呀，这就是问题啊！就是有些人可以一下子去做，但有些人就是不想去做。我就是不想去做，我就是拖着，我就是难受。不是，那不是那你享受于不把它做完，一直那个纠结你让你挣扎的那个感觉是吗？也不是享受，就是我会难受到我已经忍不了了，或者说我这个东西到截止日期了，我再去做，就我明白，我当然我也很多时候也是不到那天不见兔子不撒鹰啊，就是说不撞南墙不落泪。但是我没明白，就是说你所有事儿都就是领导的事儿，领导不是给你发钱的吗？对。然后他给你钱，然后呢你不去做，那不是你不要。那你在干嘛？这不是那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没明白。不是你为什么？一会儿我失业了。对，为什么啊？不是就是说，可能这件事情它长期来看是有效的，对吧？长期就是你做，比如说我做一个积累，然后我长期就像你经常每个月都会听一些新的歌，对吧？像我是做内容的，也是会要经常去看新的东西，然后但是我就是有时候就是不想去看，你懂吗？但是不想看你就没积累，你长期下来，你写内容的时候就会枯竭了之后呢，然后你就成长不了，对吧？然后我就要去想，我到底怎么能让我长期坚持做这件事情？哦。没听懂，然后对不起，我没明白，你想长期坚持一件事去做，你就长期坚持不就完了吗？就是说，但是你想长期坚持，怎么才能做到长期坚持？对，就是我不想，就是我坚持不下去，就像减肥我坚持不下去，懂吗？你坚持不下去，对不对？对。那不是我也坚持不下去啊，就是坚持不下去干嘛？就是但是你能坚持领工资吗？你愿意？如果你不愿意坚持，你说如果连领工资我都不愿意坚持，那就很棒，那我就完全理解了。就是说，你可能你做到60分，你也能领工资；你做到90分，你也能领工资。那如果你坚持做90分，你就不是能多比别人领30分的工资吗？对啊，但是我大脑知道啊，但是我感情上我就是想看剧啊，我就是想。不是，那你看剧不也是内容吗？就是你把剧变成内容不就完了吗？不一样啊，我们公司卖房的，看什么剧？卖房的更需要了。你不是就是把剧里头的时候，那人跟那人搞对象的时候，那个房怎么着？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明白，行，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因为毕竟是好多东西是你不情愿的事儿嘛，对吧？你就不想做。对吧？叫不情愿的事儿，还是我也不想做啊，麻烦。也不要。例如，对，说到这儿，我就是这样。我拖延症已经我感觉我都拖了10几年这事儿了。等会儿啊，就是我脚底下有一个效果器，就自打我搬这个家，我就想把那个效果器接上电，重新试一下。任时光匆匆，我回首从前，10年过去了，这个效果器依然在那个地儿，我从来没给它插上。我经常每隔一阵儿，我在这个屋，我就看见那个效果器，我都想把它接上电试一下，但是我就没有试过，都已经10年没有试过了。所以说一样，有好多事儿就是莫名其妙，就是做不到啊，就是做不到啊，围城做不到。行嘞，好，谢谢您了，祝您那个身体安康啊，然后那个工作顺利啊，万事大吉。得嘞，好，你也是啊，得嘞，拜拜了您嘞，拜拜。现在是啊，因为太大了，它那个东西，它就是因为每回都特别不方便。那效果器是我特早之前买的，我想想得有20，现在还能出声吗？得有21年了，对，差不多。我买的第一个合成效果器。叫什么 GT 几来的 GT6，算了，就这么着吧，不用试了。哎呦喂，有时候我老想整理一些东西，然后对我在整理东西方面一直是非常有拖延症。
我除了喜欢整理文件，好的。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说到这本书了，这本书叫做如何假装读过100本名著啊？那么我们来接着读这本书好吗？我怎么来了个你有哪一天可以一句话都不说吗？我当然我就是我不挣钱时候我都不说话啊。然后好，说话是我的工具啊。好，来，那个我们来就是这本书了啊。我们来先看看，大家当然说我名著方面看的更少了啊，因为名著很多都是故事比较多。然后那个看过的朋友可以跟我一起交流啊，然后我也跟你们学习。然后比如说这个第一个名著叫做《尤利西斯》，念都费劲。尤利西斯谁看过这本书？尤利西斯谁看过？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今天还唱歌吗？不唱歌，不是读书会吗？唱什么歌？没劲，现在不想唱歌了，烦了。然后那个有人看过吗？有人看过，太好了，有人看过。然后呢，他这里总结这本小说，这本书的这个一句话，就是说，都柏林这事儿那事儿没完没了的长句了。都柏林这事儿那事儿没完没了的长句子，是这意思吗？是这个吗？认为这句话写的就是精髓的话，请打1。看过这个的。是吗？可以哈，行，好，我们来接着看，打1，有人打3，也是够愣的啊！一共我看看有3个人打1，太棒了，大家都没怎么看过这本书。好，我先看几个我看过的吧，我也没看过那么多啊。我们来先看这个啊。好，我们第2首。第2个，有人看过一本书叫做《白鲸记》吗？《白鲸记》，《白鲸记》看过的朋友请打电话，打什么电话？打1啊！看过《白鲸记》的，没看过对不对？没看过就算了，因为有很多人没看过，这个占大部分人，我就不说了。好，有人看过《雾都孤儿》吗？雾都孤儿。总有人看过，没人没看过，没劲。好，那么这么着，我们来还是白敬亭。我说白敬，各位说停啊。然后那个咱们看看他说的有没有意思，而且对不对？来，3、2、1啊！白敬啊，听好。变形记这我看过一点儿。我没看全，但是他说有个人变成了一只巨型甲虫，这是一种隐喻。对，我看过一点，反正这个好像是对的。好，我们来接着下一个啊。下一个，来，变形记不是湖南卫视那个啊，是一本书啊，那本书，反正那本书我记得好像写的挺有点我看着瘆得慌，就是因为当时是个什么虫子，对。然后好，来3、2、1，白敬啊，听好。这本书我没有看过，这本书叫做《远大前程》，有没有人看过《远大前程》这本书？然后它的作者《远大前程》，没有人看过，有人看过？好，没有人看过，爱没看过没看过，大家可以到时候看一看啊。反正这本书的中心思想写的就是这句话：可怜的男孩得到了逃犯的资助。老小姐一点忙没帮上，这就是这么个书啊。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个，是这意思吗？看过电影是吧？是这意思吗？是这意思哈。因为很多都拍过电影，例如大家都看过一个书，肯定看过这个《罗密欧与朱自清》，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对不对？然后那个
然后呢，这个就写的就是这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好，它里头总结就是说，年轻的恋人相约自杀，等一下他们没有死，好吧，他们现在死了，这好是这意思啊。行，这个是可以的。反正大家可以去看这本书，就是这本书呢，就是也许有一些话那个让你当时觉得有点意思，然后你就会有那个冲动去买一本那个原著。然后呢，买一本之后呢，你就会放在家里。然后朋友来了之后说：“哇，你还看过罗密欧？你还看莎士比亚呢？”你说那当然了，那里讲的不就是两个人约着去殉情，然后死了，等一下又没死，你说对不对？然后朋友说：“哈哈哈，你好幽默。”然后你们两个人就度过了特别有意义且很棒的一个下午，真的好羡慕你们，真棒，行了，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内在工程》啊。然后呢，这个也是萨古鲁，咕噜咕噜咕噜，萨古鲁。然后那个说汽车有4个轱辘，但是这本书有仨轱辘啊。然后呢，这本书我没有看过，这我新买的，跟那个刚才最开始这本叫《幸福的3个真相》是一套的。但是今天在最后的最后，我们要不要读这么深沉的？我先替你们看看，因为它很多时候吧，就是说书里有一些故事，就相对，这个有故事，然后再夸张的再去这个说一些事儿，让你感觉我最开始看了半天，你看了前，比如说6句话，你觉得这个事儿这说什么呢？跟刚才你说那话没关系。结果到了第9句或者第10句的时候，突然明白，哇，原来是这样。因为这个世界一切的所有的东西，就是在于谁会不会讲故事。会讲故事的人，一定都是很厉害的人。我现在翻到这么多，一直没有翻到一个。好了，不想说了，没劲。明天再接，我下次直播是20号，明天我有活，然后那个20号跟21号还有23号，然后秋季大卖部是不是要开始了？因为前一阵一直在弄那种音频小设备，然后呢，但是我这个大卖部它都不是真正的大卖部，然后我是不是可以大卖部一下了？你们有空吗？我就是开始卖一些小玩具，跟一些东西，有吗？可以吗？对，我向各位保证，终于不去卖那些音频产品了啊！当然也有可能会卖一点，然后但是主要不卖那些了。因为我已经真的没什么可卖的了啊！谢谢各位捧场啊！然后那个各位要不要？我没有设备，下回我没有什么设备了，都是很小的东西，然后大部分都是我那些小玩意儿啊。然后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我们就23号我晚上也直播啊。我23号中午可以跟各位大卖部一下啊，行。也有可能不行，但是反正到时候我那周记里头更新，你们就知道了。好了，行，那么现在我要唱歌了，我今天一天没有唱歌了，对不对？然后我现在给各位唱一首歌，各位想听什么歌？衣服有，衣服、玩具、小商品，然后反正就是那些你们以为自个儿用得着，其实没用的东西啊。然后应该是都有啊。我喝口水。反正我18号，我现在是几号？20号，对，20号跟21号都是读书会，相当无聊。然后各位可以那个，我觉得。哎呦，你们能接受这样吗？还是要唱歌，是不是？爱的漩涡，对，我当时也是走火入魔，我非得那个在那个节目上唱爱的漩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老觉得那个歌特别俗，就是它就有这种能让
大家倍儿来劲的这种机会啊！哎呦喂，读书会有意思吗？不无聊是吗？因为我怕你们没劲，就是我这念一堆，就是这自说自话的。我看看啊，对，反正还行，还行啊，还行，那就得了。后面那灯卖吗？是我，我卖那灯，我们家哪灯啊？你要哪灯啊？你要哪灯？你要哪个灯？哪个灯？Oh my god！ 你需要宁静，就读会儿书吧。我宁静老师那么猛，我可害怕。来，也几点呀？刚才卡了，什么几点呀？没有几点，大卖部到时候再说吧。应该会，反正我现在预测，就是我感觉，我就这么一琢磨 ，I'm think about it a little bit。然后呢，我觉得应该是1点23，可以吗？啊，123， 23号啊。有拖延症怎么办？你就拖延呗，就直到把自个儿逼疯了为止。完整的钟鼓楼唱不了。后面那圈啊，那圈你随便都能买，我到时候告诉你链接啊，那简单哪儿都有卖的。你就搜那个什么气氛灯啊，什么氛围 LED 灯，不有的是这个吗？哎，现在这个搜索还用你搜吗？现在我觉得很多时候最神的就是在于你打开那个软件，他就已经知道你要买什么了。有一首歌叫《让浪漫做主》，哇，这首歌好棒，我听完就乐了，不知道为什么，哇，这个我好厉害，就是什么这首歌叫做让浪漫做主，好喜欢这个名字，这个名字跟那什么天涯海角的花语温柔，什么你瞧我这条还留着，然后你的花瓣落在了万千什么像一个路子。哇，好棒！这是行，我学习一下，让浪漫做主。哇塞，听着就够就够幽默的，肯定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好，那我来那个给各位唱一首什么歌呢？我来翻翻。刚才有人说世上最美好的祈祷，那我就唱这个歌了。我也有一阵没唱这歌了啊。Oh my god， Oh my， 嘿，好嘞，喂 ，Oh my god， 世上最美好的祈祷，献给大家。Oh my god， yeah， 我先试试。愿你的眼角带着笑，带在我最美好的祈祷。愿你的相信。好，果然是不行。好的，我要找歌词儿，记不住啊。世上无难事。最美好的祈祷。来，好，可以了。我终于可以最后再开一个任务了。有人说什么适合唱情歌，也没什么适合不适合，就是因为很多那个情歌，我不是说不唱。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在唱，我在骗你，你明白吗？就是因为我不是那么想的，但是呢，歌还有什么东西，也不能说我完全告诉你实话，所以说它有演绎的部分，爱怎么着吧，差不多得了。最后5分钟啊 ，DM48 给我个9999，来走你。My God， 走你，歌词儿，嘿 ，Oh yeah。That's my love song 。愿你的眼角带着笑，带在我最美好的祈祷。愿你
你的亲热用年少，用在我最美好的祈祷。愿你的月色不染眉梢，愿你的愿你的锋芒不灭闪耀，愿你的啊呜呜愿你在云漫间听到啊呜愿安暖伴着你用心跳，愿你的寂寥有怀抱，有在我最美好的祈祷。愿你的相信比纷扰，比在我最美好的祈祷。愿你的岁暮不摧风貌，愿你的愿你的盛开不为双调，愿你的啊呜呜愿你在星河边听到啊呜愿安暖伴着你，愿归巢中相遇。我知道天之遥，你知道。我祈祷，我祈祷，我祈祷。你知道 ？Oh my god！ 什么事？是我这风扇的事儿吗？我这风扇还有个标准音的啊！果然是厉害，厉害，厉害！我琴插了吗？我操！还有2分钟，我给各位弹个歌。I love you，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您又何苦一往情深 ？Oh my god！ 哦，让我追不着漩涡。等会儿啊，我调调弦。最近这天儿弄得我这琴老跑了。让我什么？就让我坠入这场爱情。好，来，我来给各位唱一首晚安的歌曲，希望各位都能够睡个好觉。就让我坠入这场爱情的漩涡。我
怎么和弦？哦，我就让我心为你唱支歌，人会为我。好，我会了，来。就让我坠入这场爱情的漩涡，就让我心为你而干渴，就让我咏叹在你轮廓，让我去魂飞魄，就让我缠绵这片爱情的沼泽，就让我心为你着了魔，就让我咏叹在你轮廓，让我去忘了我。I love you, baby. I love you, baby. I love you, baby. 别羞涩。I love you, baby. I love you, baby. I love you, baby. 别闪躲。就让我坠入这场爱情的漩涡，就让我心为你着了魔，就让我在你的梦，让我去忘了我。让我去忘了我。哇塞，最后这个反音好好听，弹不出来了，所以好多时候就是莫名其妙它会出一个，但还是完美的反音，哇，好棒！好，我下次的直播，我下次直播是20号和21号，希望你来到我的读书会，我们会唱什么、看什么、听什么、读什么，都是我们的爱，因为你爱着我那些梦，因为你总会让自己感到心痛，我们的那些梦，都陪着你和我在那盏灯的是你，的是我能。好，就反正就这么着吧。然后那个，我要把我的 Slack 关掉。好，21、20、21和23晚上9点。我23号中午有可能会大卖部，希望各位敬请期待了。20号见了啊！得嘞，同学们，后天见，不爱不爱的您的不爱不爱。Listen to， bye bye。你是多么我摁错钮了，等会儿啊，我累了，等会儿，无敌是多么多么 ，Listen to， 拜拜甜甜圈，对不对？来，好 ，Listen to， 拜拜，没有音乐。Say goodbye。
拜拜。